guys, welcome back to Jia Diary. This is Sharon. 今天还是一个熟悉的化妆家聊天时间。上期视频呢，跟大家说完我停更的原因之后呢，评论区和私信里就收到了好多鼓励和安慰的信息，真的是感谢大家的关心，谢谢。今天这一期其实算是一个填坑视频，因为从停更到现在已经积攒了很多的大家的问题。那么今天就是一个 Q&A 大合集，我尽量把大家所有的问题都概括起来，在今天这一期视频里面全部回答完，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我找的录视频搭子，他叫 Sparkle。今天就由他来问问题。OK？ 确认不是缅甸人吗？为什么汉语说的那么好？这个问题我熟，我就再回答一遍，因为我实在被问了很多次了。这个问题，首先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一共有136种民族，其中也包括汉族了。然后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会说中文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其次我们那边有很多中文学校，包括我自己就从小是受双语教育的，学校里面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语文老师，教出来的中文自然也是发音比较标准的。你也是少数民族吗？你的母语是什么？会几种语言？能不能展示一下？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双母语者，加上地方方言和一些外语，一共我可能会说6种语言。语言是我很大的兴趣爱好，展示一下嘛，当然可以了。学以致用嘛，装饰3也是有。我想想说点什么那就说一下我学他们的原因吧。比可能表开的写嘛咪跟巴拉萨嘎，那故事也不能，不他妈我从这库尔没马萨嘎不，路面上但讲太太没带眼体，你马路带眼比较，太太你啥比较所以因为路啥点的不喏，比较写嘛表述呢，一打那窟窿摆呢，巴拉萨嘎个，你马路也因为路不能摸些。English is not my mother tongue, but it i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high school in Myanmar, I mean. So writing or speaking English is kind of like a must-have skill for us. 虽然自己是果敢民族嘛，肯定也是会说果敢话的嘛，嘎。从小在家主要用的也是果敢话了，也是后来学习中文的一个基础。虽然说果敢话是我的母语，但是它跟中文不太一样，所以说中文不可以算是我的母语啦。因为从小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讲龙树话的，那我听多了之后嘛，也是多多少少呢学会了滴那个。虽然说龙树话跟果敢话用词上很相似，跟亲兄弟一样，但是我们都晓得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也是不太一样的。Je parle un peu français et j'ai beaucoup d'amis qui le parlent. J'ai étudié le français parce que le garçon français sont très beaux. 我最近有在学日语，但还只是刚起步的水平就先不献丑，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你接着问吧。是不是所有缅甸人都会很种语言？并不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会说2-3种已经很厉害了。像我这种的，纯属是自找的，把爱好当饭吃，把朋友当老师，你也可以的。你还有问题吗？还有一个仙人会嘎腰子吗？Get out of here。 好啦， Q&A 就先到这儿，差不多把大家最常问的问题都说了一遍。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我今年1月回国的故事吧。
我离开家乡已经3年了，然后这次终于回去一次，结果呢，意料之外的被亲戚朋友，怎么说呢，围观了吗？或者说包围了，就变成了海归样本代表。样本对吧？标本吗？样本不对，是样本。就各种宝妈、亲戚、姐姐、妹妹、叔叔、阿姨都会来围攻我，问我小时候是学什么的，上过哪些学校，请过什么家教啊，哪个老师啊，真的就差没问我小时候是吃啥长大的，真的是太有趣了。我也特别理解这些家长，真的都是为了孩子操碎了心呢。有几个问题呢是重复度非常高的，我整理出来集中分享一下。或许屏幕前的你也正在给孩子做规划，那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点点灵感吧。当年我上的学校和所谓请过的老师啊，现在都能进博物馆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学校很老，老师很老，或者说我很老，我是想说那些资源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已经不适用了，就是时代在变，教育资源也在更新嘛，课程设置早就跟我那时候不一样了。那这也不现实啊，毕竟人生不是复制粘贴啊，教育也不是快餐速成。 By the way， 我也不是学霸，我小时候学习的历程也并不值得各位家长的孩子去学习，因为我小时候是个学渣。就我能变成现在的我是靠自己一路瞎折腾吧，对，然后爬坑成长。学习只是人生旅途的加油站了，我觉得并不是首要第一任务。如果把人生比作是一场单人的环球旅行啊，原生家庭呢就好像是你开局的交通工具，有人开局坐的就是飞机、商务舱、头等舱，有的人可能就小火车，甚至有的人可能连代步工具都没有，就是徒步旅行。但这不是重点，开局设定我们也决定不了。至于沿途的那些所见所闻、奇葩怪事，就可能是属于导航仪或者是外包工具。那这些外包技能能不能被你自己所吸收，为自己所用，这是要看你自己的修行。毕竟修行在个人嘛，没有谁能够替你升级打怪。那在这场旅行里面，父母的角色其实就是配角，他们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够顺利的或者说高效的去吸收这些所谓的养分，就是这些外挂工具。我觉得作为父母最重要的是教孩子怎么把这些沿途的奇葩风景也好啊，所见所闻都好啊，都把它融合转换成自己的养分，为自己所用。这样哪怕有一天父母从你的旅途中退场，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旅途要前进嘛，这样孩子也能继续自己一个人旅行，就是前路上无论是遇山也好，过河也好，都能够独自斩妖除魔，这才是终极秘籍嘛，对吧？我想这个道理可能每个家长都懂。那些拼了命把孩子往死里培养，送去各种培训班的父母，其实想做的也就是这件事而已吧，只是大家可能执行的方式有一些不太一样。平时没事也好，假期也好，都可以带孩子去看看博物馆呀、展览呀、艺术展呀，包括我们缅甸国内有很多的历史古迹之类的，哪怕你就是去小区的公园，就是逛一逛、撸个猫、吃个小吃，都是挺好的，重在陪伴。啥？你说你没时间 ？Oh my god！ 你看这位啊，人家是世界首富，都带娃上班了，你是想跟他比忙啊 ？Oh my god！ 当然，陪伴不是你在旁边刷手机，然后孩子玩自己，而是一起去体验生活，去看世界，给彼此的生活都添一点色彩。其实，哪怕你没有孩子，也应该到故乡以外的地方去看看啊！不要总是待在一个小圈子里顿自己，换个环境，你会发现生活里有很多美好，世界上好人有很多，
人的寿命虽然说是差不多有60-70年，但你能保证你明天不会意外死了吗？所以啊，快乐一天是一天，痛苦一天还是一天。关于出去看看这个问题，我之后再单独做一个视频来说吧。回到刚刚那个陪伴孩子的话题，我主要想说的是，与其孩子的成绩，我觉得父母应该更加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现在的小孩子可比我们那个时候的要思路广得多，见识也要广得很多。他早在网上或者说在学校其他父母身上看到了另类的父母，你打一下你可能觉得是爱的管教，那他眼里可能就觉得是家暴。也请不要总是觉得你的孩子很叛逆不听话，孩子的行为和思维都是你的行为和思维的一种反射，你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样，他对你的态度可能就是什么样。偶尔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如果你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的或者说理性的询问孩子的意见，而不是就是直接替他安排一切，也不管他是想要不想要，乐意不乐意，身体舒不舒服，你就替他安排这个安排那个，我觉得他自然能够感受到你并不是很尊重他的思想，他的决定。那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存在一些矛盾，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别让爱的教育无端端的变成爱的伤害。包括我这次回国发现，我们缅甸家庭里面有很多上世纪的古董观念残留，包括说孩子不打就不听话，生了孩子就该孝顺我，孩子不许顶嘴，什么你不想上学就是懒惰，这样的观念并不是说有错，可能大家都是被这样拉扯大的，就见惯了，自然觉得这是正常是正确的。但是你小的时候也一定有过一样的疑问，可是那个疑问离现在的你已经太久，你都想不起来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了。那我这里给你提醒一下，你当时一定是很无助，又觉得希望有一个超人能够帮你跟你的父母中间翻译一下。当然也可能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但是你真的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吗？把它用在当代孩子身上，你真的觉得有用吗？可能在你看来孩子叛逆了，但事实上他很有可能并不是需要被修正的那一个呢，也可能是教育方式和他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匹配呢。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好，这个话题感觉也是在这个视频里面说不完了。我打算下一期和大家深入的聊一聊我回国所见的这种缅甸家庭里的沟通方式，家长和孩子怎么能够不需要翻译器的相互理解交流，以及学霸制造机那套教育套路，以及怎么在传统和现代的教育之间找到一个适合的平衡点等等内容。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或者自己有经历或者小故事想要和我分享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给我发私信都可以。也许我在整理下一期的脚本的时候看到你的小故事适合用来借鉴，我就用了呢。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这期内容给我录激动了，我录完了才发现我妆还没化完。我还有个片头没录呢，我先把妆补完再去录吧。记得订阅，亲爱的。